在德黑兰西部的霍梅恩以及大布里市附近，卫星云图抓拍到了这样一幅画面：那些被美以联军用精确制导炸弹物理封印的地下隧道口，正像蚁穴一样被疯狂重新挖掘。可见，伊朗正试探让那些被深埋地下的导弹重见天日。但在美军眼里，那些重型挖掘机、成排的卡车以及灰土漫天的施工现场，都在诉说着伊朗军队的垂死挣扎。如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就冷冷地指出：“别费劲了。”美军在短短5周内就摧毁了11000个目标，投下了13000枚高精度弹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军的空袭已经粉碎了伊朗的国防工业体系，他们现在只是在废墟里刨食。这场猫捉老鼠的降维打击，再次点燃了全球军迷圈的一个终极话题：美军到底有多强大？美军到底有多强？那就不得不提它的374个海外军事基地。其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30万人，几乎可以说遍布全球。航母编队也常年游弋在全球海域，几乎是哪里有热点，航母编队就第一时间开过去。而石油美元的锚定也使得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各国贸易绕不过去的一道金融屏障。此外，各类高科技企业如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IBM、英特尔、高通等等，牢牢占据着全球科技的顶部。美国价值观的电影、电视剧满天飞，不断给全球人民传输着普世的价值观、民主和自由以及美式的英雄主义。可以说，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群体在宣扬美国。那美国究竟是如何起家的？很多人觉得美国强大是天生的，其实在200多年前，它也曾是个靠技术偷窃起家的工业学徒。1789年，一个叫塞缪尔·斯莱特的英国木匠学徒，凭借惊人的记忆力，背下了当时处于霸主地位英国最先进的纺纱机图纸。之后乔装成农场雇工，躲过英国海关的严密搜查，偷偷溜到了美国罗德艾兰州。在那里，他凭技艺仿制出了纺纱机，建立了美国第一座水力纺纱厂，直接拉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大幕，被美国人奉为美国制造业之父。当然，英国人则气得直跺脚，叫他叛徒斯莱特。这就是美国强大的起点，对技术的极端渴望以及不择手段的获取与转化。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开启了暴走模式，铁路线在短短30年内从几千英里疯狂扩张到16.6万英里。这种基建速度，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奇迹。它把整个北美大陆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齿轮。再加上在苏必利尔湖发现的全球最大的铁矿，配上这四通八达的铁路，直接让美国这台工业机器在2战中彻底爆发。据公开资料显示，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像开了作弊器一样，把民用工厂一瞬间全变成了兵工厂。底特律的一个克莱斯勒工厂，一家就能生产4万辆坦克，这数量甚至超过了当时除了苏联以外所有国家的总和。海军更是疯狂，美国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造了1500多艘军舰，其中航母及其护航航母竟然有147艘。日本人费尽国运击沉一艘美国航母，回头一看，地平线上又开过来是一艘更新更强的埃塞克斯级。美军的维修能力更是神迹，中途岛战以前，约克城号被打得亲妈都不认识，专家说要修3个月。结果美军集结了几千名工人，在旱花飞检中只用了36小时就把航母送回了战场。这哪里是打仗，这是用工业产能活埋对手。2战结束前，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60%，钢铁产量占64%，石油产量占70%。这就是巅峰期的工业压制。当对手还在手工作坊里打磨零件时，美国已经在用自动流水线批量生产毁灭。大家觉得现在的美国还能找回当年那种一声令下全国车企造坦克的暴力产能吗？如果说2战是肌肉的展示，那么冷战就是美国将武力与科技结合到极致的巅峰。2战刚结束，美国就发起了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大脑收割——阿尔索斯行动。美国特种部队不抢黄金，不抢地盘，专门抢德国的科学家，尤其是那帮研究核子和火箭的疯子。著名的火箭之父冯布劳恩曾经帮德国造 V2 导弹，被抓到美国后，转头就成了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总设计师。这种人才战略让美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科技水平始终保持着对苏联以及全世界的代差。为此，为了围堵苏联，美国还启动了马歇尔计划，
向欧洲砸下了131.5亿美元，换算成今天就是2000亿美元。这笔钱不仅重建了欧洲，更在意识形态上把西欧、日本、韩国变成了美国的铁杆追随者。巅峰时期的美军在全球分布着374个军事基地，驻扎了超过30万精锐部队。这意味着，只要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冒出硝烟，美军的打击力量能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而最让世界各国窒息的，还是美军那恐怖的核3位一体战略打击力量。首先是海基力量，这是美军最隐蔽也最致命的2次打击底牌。核心是18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每一艘潜艇都携带有24枚3叉戟2型弹道导弹，每枚导弹又能分出8到12个核弹头。这意味着一艘潜艇就能瞬间毁灭一个中等国家的所有主要城市。而这种潜艇，美国在巅峰时期随时能派出2位数。接着是陆基力量，550枚民兵3型洲际导弹在发射井中待命，精确度足以在1万公里外击中一个篮球场。最后是空基力量， B-52H 和 B-1B 战略轰炸机具备全球航程，能在空中加油剂的支持下跨越半个地球实施地毯式轰炸。特别是后来的 B-2 隐形轰炸机，单架造价22亿美元，雷达反射面积只有一只小鸟那么大。在1990年代的局部战争中， B-2 往往是从美国本土起飞，飞越几万公里，投下精确炸弹，然后回家吃晚餐。除了核威慑，美军的常规战力在冷战末期达到了另一种巅峰。据悉，当时美国陆军拥有7900多辆 M1 系列主战坦克，配合6700多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在沙漠中如入无人之境。海军则拥有12个航母战斗群，每一艘尼米兹级航母都是一个漂浮的空军强国。这种规模的武装力量让苏联即便在全盛时期，也只能在坦克数量上找点心理平衡。假如你是当时的苏联将领，看到美国这种全方位的科技压制，你会感到绝望吗？当然，美军的强大不只是装备，更在于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全球指挥与通讯系统。早在1973年，美军就开始研发 GPS 卫星导航系统。在大家都还在看地图指北针时，美军已经具备了精确打击能力。而在进入21世纪后，美军再次进化，从大规模毁灭转向了精确降维打击。如现在的美国陆军，虽然人数只有47万，但他们是全球自动化程度最高、火力密度最强的部队。他们配备了超过5000架直升机，其中1500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是所有装甲集群的噩梦。美军陆军的作战体系已经实现了传感器到射手的实时连接，战士在前方看到目标，后方的自动化火炮就能在几秒内自动锁定。然后是美国海军，37万名官兵操纵着全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分为5个地区作战舰队，其核心是11艘超级航母，全部是核动力，具备无限续航能力，随时能封锁全球任何一条海运航道。每一艘航母都像是一个移动的情报中心，配套的宙斯盾驱逐舰能同时处理数百个空中目标。接下来是空军，这是美军最引以为傲的空中上帝。F-22猛禽隐形战斗机在空战中曾创下过0:114的逆天战损比。此外，美空军还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运输司令部，1100多架重型运输机，保证了美军能在几天内把一个装甲旅送到全球任何角落。当然，也别忘了海军陆战队，这是一个被称为第4军种的独立存在，拥有17万精锐。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坦克营，甚至还有自己的固定翼战机连队，作战能力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海陆空总和。在这些常规力量之外，美军还有一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力量——特种作战司令部，旗下的海豹突击队、三角洲部队、绿色贝雷帽，总计4.7万名特种尖兵。他们不仅是个人战力强悍，背后更是支撑着美军最尖端的情报和隐身渗透技术。大家还记得2011年美军特种部队击毙本拉登的行动吗？2架隐身版的黑鹰直升机在完全不惊动雷达的情况下进入别国领空，精准猎杀后迅速撤离。这种全球定点清除的能力，才是美军让各国领导人最忌惮的地方。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力量正在从大气层外向外太空延伸。马斯克的 SpaceX 和星链系统虽然表面是民用，但在经历俄乌战场后，其已经能为美军提供近乎无敌的战场通讯。超过4万颗卫星织成的天网，让任何试图进行电子干扰的对手
都显得像是原始人。这种强大是全维度的，从水下的核潜艇到外太空的监控卫星，美军构建了一个全时域的战争实验室。至于美军为什么有钱买这么贵的飞机，为什么能养活这么多基地，也就涉及到了美国第3条，也是最隐蔽的逻辑：金融与文化的双重绞杀。大家应该都听过石油美元，这就是美国的高明之处，把武力变成了钱。1970年代，美国跟沙特等产油国签了个协议，你们卖石油必须只收美元，这一下子全世界都成了美国的打工人。你想买能源发展工业，就得先拿货物换美元。美联储只要一加息，全球的资金就会像潮水一样流回美国，这就是在合法收割全球财富。而当某个国家经济崩溃，民众流落街头时，美军的基地就在旁边提供安全保护，确保亲美政权上台。这种金融霸权与军事的完美闭环，让美国在巅峰时期可以无限期的欠债来支撑高昂的军费。除了钱和枪，美国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软实力。好莱坞、微软、苹果、谷歌这些企业在输出产品的同时，也在输出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全世界的人都在接受美式的英雄主义和民主自由。可以说，巅峰期的美国强大到可以定义这个世界的每一条规则，可以指鹿为马。但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不变的历史宿命。美军现在也面临着飞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问题。如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由于美伊战争消耗了大量库存导弹，川普开始呼吁车企回归制造业。一场针对伊朗的局部战争就能让美国的高精尖弹药库存捉襟见肘，这在2战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巅峰期的美国依旧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它把政治、军事、金融、科技融合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在深海、月球、火星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做到了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的极致。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你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谁最有可能挑战这台超级战争机器的地位？或者说，美军是否会在下一个10年迎来真正的滑铁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